一对打扮新潮、浑身大牌的情侣，在贵宾通道手挽手办理完登机，右手挽手坐上了机场专为贵宾服务的商务车。在外人看来，这两人肯定是富二代情侣，不但穿着都是大牌，而且两个人出门旅个游都要花几十万包机。不过，这也是叶晨与林婉儿最好的伪装。以叶晨现在的状态，说他刚20岁也不会有人怀疑，走到迎面碰见熟人，怕是也不会被人认出来。两人登上飞机，机组人员引导他们来到宽敞的机舱。林婉儿直接忽略了最前面2个独立的头等舱座椅，拉着叶晨一边向后走，一边撒娇道：“亲爱的，人家要跟你坐一起。”后面有并排的双人座位，中间没有扶手，是标准的双人沙发座椅。林婉儿一上飞机就看中了这2个座位，叶晨自然是认真的配合出演，连连点头，既然你想坐一起，那就坐一起呗。林婉儿停下脚步，一脸认真地说道：“你忘了叫我宝贝。”叶晨被他这么认真的样子搞得一怔，尴尬地说道：“旁边还有人呢。”旁边的空姐已经忍不住捂着嘴偷笑了。在他看来，眼前这2个年轻人就是标准的热恋情侣，没有半点违和。林婉儿对身旁的空姐毫不在意，非常严肃地说道：“爱称就是要在人前叫的，这才能证明你是真心爱我啊！如果你只在私下才叫我宝贝，却在人前和我保持距离，那岂不意味着你吃着碗里的，还惦记着锅里的？”身边的空姐已经忍不住向林婉儿悄悄竖起拇指。叶晨见林婉儿如此入戏，心想自己也不能当猪队友拖人家后腿，于是豁出老脸去，格外诚挚地说道：“宝贝，你说的对。”林婉儿俏脸一红，满意的点了点头，认真道：“以后你要记住，越是在外面，越要跟我肉麻腻歪，这样就没有别的女人打你的主意，也没别的男人惦记我了，这叫宣示主权。”叶晨连连点头：“宝贝说的对，宝贝说的对。”说罢，他看向身边的空姐，吩咐道：“小姐，麻烦给我的宝贝倒杯水来。”说这么多，他该口渴了。空姐忍俊不禁，连忙道：“先生小姐稍等，我这就去给2位准备喝的。”林婉儿白了叶晨一眼，嘟囔道：“嫌我说的多是不是？看我的小拳拳！”说完，抬手在叶晨胸口轻轻捶了2下。空姐心里满是羡慕，在她看来，这对情侣打情骂俏的样子，就是恋人之间最真实的反应。带空姐去了前舱的厨房，林婉儿冲叶晨吐了吐舌头，随后与叶晨挨着坐下，笑嘻嘻的低声问他：“怎么样，我演的还可以吗？”叶晨点点头，严肃道：“太可以了，你要说你没谈过恋爱，我是绝对不信的，感觉你简直门儿清啊。”林婉儿又羞又急，人家没谈过恋爱，但起码看过影视剧啊，打情骂俏这种事情，在恋爱剧里不是家常便饭吗？是，叶晨笑着点头。此时飞机已经缓缓推出机位，于是叶晨便将话题引回正题，低声道：“我们2个多小时后就能在丽江降落，降落后第一时间租车去大理。你还能回忆起你父亲衣冠冢的具体位置吗？”林婉儿收起笑容，开口道：“家父的衣冠冢在洱海的东北方向，我看过地图和卫星照片，那个地方现在改名叫双廊。”叶晨点点头，掏出手机来查了一下地图，道：“双廊距离丽江还近上一些，下了飞机差不多1个半小时车程。”林婉儿微微颔首，道：“父亲的衣冠冢就在双廊东北部的山上，几百年过去了，不知道那里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。”叶晨问他：“当初留有墓碑吗？”“有的。”林婉儿道：“当初我请人刻了一块石碑，
将他生前的衣物与我母亲葬在了一起，不过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得到。叶晨问他：你母亲也葬在那里吗？林婉儿道：原本是，但我离开大理之前，害怕吴飞燕毁我父母的遗骸，所以便将我母亲的遗骸起初火化后，与父亲的骨灰一起葬在了普洱。叶晨点了点头，道：那我们先想办法将你父亲的衣冠冢找到，然后再想办法看看怎么布些监控，争取在吴飞燕去的时候就能够拍到他的样子。做好准备之后，咱们不等吴飞燕到，我就直接陪你去普洱祭拜你父母。林婉儿看着叶晨，认真道：公子，吴飞燕生性多疑，说不定这次还会乔装打扮，甚至易容。若是拍不到她的模样，你可千万不要失望。没事，叶晨淡然道，我主要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去滇南，想陪你去祭拜一下你的父母，再陪你回普查之母以前生长的地方怀怀旧，最后把你安全带回金陵。至于吴飞燕，不过就像是吃完饭顺手找老板要张发票刮个奖，中了是运气好，不中也无所谓，反正饭吃好就行。林婉儿心中感动，轻轻点了点头，感叹道：我之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死之前能再回一趟滇南，把这些地方都重新再走一遍。托公子的福，这次终于能实现了。叶晨问他，如果解决了吴飞燕这个麻烦，你最想做的是什么？林婉儿不假思索地说道：我以前最想做的是将父母的陵墓迁到天池边上，然后在天池边上，在当年普查之母渡劫失败的地方搭上一座小木屋，养几头牛，养几只羊，再养一条狗，平淡度过余生。叶晨好奇地问：以前，那现在呢？现在，林婉儿看了看叶晨，垂下眼睑，喃喃道：这几日忽然有些困惑。叶晨问他：困惑什么？林婉儿微微一笑，柔声道：困惑自己将来该何去何从。这时，空姐端着2杯饮料从前面的厨房区域走了过来，两人便终止了之前的话题。林婉儿心情有些低落，见空姐来了，便顺势将头侧着靠在叶晨肩上，低声道：亲爱的，我有点累，想眯一会儿。叶晨点点头，那就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吧。空姐见林婉儿靠在叶晨肩膀，闭上眼睛，小心地将2杯饮料放在两人面前，低声对叶晨说道：先生，我们的飞机已经推出了，目前排在第3位起飞，大概10分钟，如果您有需要，随时按呼唤铃，我会第一时间为2位服务。叶晨轻轻点头：好的，辛苦了。当吴飞燕的飞机在墨尔本降落的时候，叶晨与林婉儿乘坐的飞机已经在金陵机场起飞，前往1000多公里外的丽江。飞机起飞，一路向西飞行的时候，林婉儿全然没了之前的活泼与俏皮。她在叶晨肩膀上靠了一会儿，然后双眼便仿佛失焦了一般，一直盯着窗外。叶晨能感觉到她的不对劲，也非常理解她现在的这种状态。毕竟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比现在的她更适用近乡情怯这4个字了。一个离家300多年的小姑娘，现在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，换作是谁都会在心中唏嘘感叹。2个多小时后，飞机降落在了丽江机场。下飞机的时候，林婉儿的双腿都不自觉地有些发软。当她挽着叶晨时，叶晨能明显感觉到她将身体不少重量都加在了自己的身上，想来是身体力气不够的缘故。于是他便主动伸手将林婉儿搀着，带着她一路离开机场。在机场外，叶晨用陈泽楷给自己准备的假身份租了一辆 SUV， 随后他拆了车上的行车记录仪，带着林婉儿驱车直奔大理双廊。开车驶离机场之后，叶晨问身边的林婉儿：你以前来过丽江吗？来过，
林婉儿道：母亲去世后，父亲将奴家送到大理的外公外婆家。那时候奴家曾与外婆一起来过这里，但也只是来过一次。说着，林婉儿感叹道：300年前的滇南，路要翻山越岭，而且都是小路山路，并不好走，到丽江来便已经算是出远门了。叶晨不禁问他：不是说好换称谓的吗？怎么又换回去了？林婉儿柔声道：回到滇南，奴家就好像回到了300年前，回到奴家在外公外婆家中待字闺中的日子。说着，他又道：车里只有公子与奴家，奴家还是习惯这么跟公子说话。叶晨点了点头，又问：你没服下万古长青丹的那些年，就一直跟随外公外婆生活吗？林婉儿道：外公走得早些，后来便与外婆相依为命。好在当初外公祖上一直是滇南的众多土司之一，家境还比较殷实，所以自小在滇南的生活相对优越。外公去世之前也一直教我读书写字，懂了不少知识和道理。说着，林婉儿看向窗外，无比感慨地说道：外公有5个孩子，除了家母是病死之外，剩下4个都在抗击清廷的过程中殒命。后来吴三桂血洗反清一事，4位舅舅的后人也都无一幸免，外公一家便彻底无后了。否则的话，奴家今日回来，或许还有几个亲戚能走一走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